想知道中国古代的乐器古琴，它的来历是什么吗？你们想听听古琴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吗？请跟着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。Emma， 在故事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问你，在上一集的故事里，就是伏羲画八卦图的故事里，什么神物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？白乌龟。白乌龟，哇，好棒！是的，白乌龟是很神奇的，因为都没有见过，对不对？是。好棒，好棒。你呢？那么同样的问题，在上一期伏羲画八卦图里那一集，哪一样神物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呢？马龙。马龙，是的呀，那个马龙确实是很神奇，对不对？很棒，很棒的答案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故事啦。自从伏羲第一次登过天梯后，便常常借助建木这个天梯作为沟通天庭与人间的渠道，为百姓们排忧解难。除此之外，他还会有一些奇思妙想，常常给人们带来惊喜。一次，人们在伏羲的带领下围剿了3天3夜，终于捉住了专门糟蹋庄稼、伤人性命的大黑熊。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，男女老少都不停地手舞足蹈起来。伏羲这时想，如果有一种十分美妙的声音，那该多好啊！这样就会为大伙儿增添更多的欢乐了。一想到这里，伏羲不由得回想起了几天前的一件事儿。那一次，他独自一人到梧桐树林去散步，还没走到林前，就听到各种鸟类此起彼伏的叫声，尤其在徐徐晨风的吹拂下，这种声音更是美妙动人。伏羲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自言自语道：若此时有这般声音伴随，那该多好啊！第二天一早，他带着辅佐他的牧神勾芒来到了这一片梧桐树前，还没走近，就被这眼前的奇异景象惊呆了。只见5星之精的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从天而降，纷纷扬扬地飘落在梧桐树梢上。顿时仙乐飘飘，香风习习，继而又见锐气千条，霞光万道。正当伏羲惊讶之时，只见正前方一朵祥云拖着2只美丽的大鸟，翩翩降落在林中最高大的那棵梧桐树上。其余各种鸟类纷纷飞落在周围的树上，朝着2只美丽的大鸟不停地鸣唱。伏羲见如此神奇，连忙向站在一旁的牧神勾芒请教：这2只如此漂亮的鸟，想必是鸟中之王吧？勾芒笑着对伏羲道：什么都难不倒您，您说的没错，这2只鸟就是凤凰。伏羲惊异道：
原来这就是凤凰啊！两人正说着，只听见那两只大鸟叽啾叽啾地叫了起来，旁边的白鸟也都随后一起叫了起来，仿佛朝拜一般，声音美妙极了。伏羲就心想，如果能把这种声音记录下来，那就太好了。勾芒又道，其实对于凤凰，人们还有另外的说法。你看它头上的文彩就像个德字，翅膀上的文彩就像个顺字，脊背上的文彩就像个义字，而肚子上的文彩就像个信字，胸部的文彩其实很像个人字呢。瞧，戴德、雍顺、贝义、报信、旅人都全了，所以说凤凰是五德具备的灵鸟。地上树木品种千万种，只有梧桐树才能招来凤凰。用这神木做乐器，必立千年而不衰。牧神的一席话，伏羲觉得正中下怀，于是他非常虔诚地朝那棵梧桐树拜了3拜。皇天降旨，施民以乐。礼毕，他便令人砍了那棵梧桐树。大树运到家后，伏羲花了3天的时间来仔细研究这棵神树，然后按33天之数，将梧桐平均截为3段，开始用手轻扣上段，发现音色太轻，认为木质过轻了，不要。再扣下段，发现音色太浊，认为木质过重了，又不要。然后取出中段来用手指弹一弹，发现这一段的音色清浊相宜，木质也非常难得。伏羲大喜过望，便命人将中间这段梧桐木浸泡在长流的水中，经历了981个昼夜，然后取出来把它阴干，并且挑选了一个吉日良辰，点上了3柱高香，请来妙手神工，着手制作这把乐器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按照伏羲的思路，工匠终于制成了这把乐器。伏羲把它称为琴，由它弹奏出来的音乐声宛如高山流水，十分动听。艾玛、妮娜，你们想听听古琴弹奏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吗？视频结束以后，我们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听听吧。